生拴牛，牛耕田，无人管我，我不嫌。牛低头为吃草，我低头为挣钱。小时候我就不懂，为啥一根细小的绳子就可以拴住一头牛呢？让牛在田间劳作一生。现如今，一把无形的枷锁把我困在这方寸之地。原来我们和牛一样，都有各自致命的弱点。牛鼻子太软，它怕疼；我的一生太短，我怕穷。牛倾其一生只图青草，我倾其一生只图温饱。空有人间自由身，却非人间自由人呐。看似自由自在，实则身不由己。我来人间一趟，本想看看世界啥样，结果辜负了父母的期望，丢了最初的模样。我来人间一趟，本想光芒万丈，谁知却和这牛一样。世人慌慌张张，为了碎银几两，可唯有这碎银几两能解世人惆怅。但是来都来了，不能白来一趟吧，好死不如赖活的呢，对不？生活之苦，苦于执着；生活之难，难于放下；人心之烦，烦在了计较。你越在意啥，啥就越折磨你。再好的茶，泡开了才好喝；再好的人，想开了才好过。人呐，就这么回事儿吧，想开了也就无所谓了。完蛋了，玩意儿，啥也不是。夫妻两个，谁管钱更好？你发现没有？当男人把钱交给女人以后，会发生一个神奇的现象：你给他700，他会想办法凑到1000；你给他7000，他东拼西凑也给你鼓捣到1万，给你存起来。还有，你带他出去逛个商场，他一会儿累了，一会儿腿酸，一会儿脚又疼，这舍不得买，那舍不得吃，买杯奶茶都嫌贵，最后就搞了瓶2块钱的矿泉水回家了，因为他感觉这个钱是他自己个儿的，他花了他心疼。如果你不给他管钱，你给他700，他能花1100；你给他7000，他能花个11000，因为他感觉这个钱反正又不是我自己的，不花白不花，花了也不心疼。所以说，兄弟们，听妞一句劝，要想存上钱，老婆得掌权，财政大权老婆管，家庭幸福更美满。哎呦我的妈！顶水的鱼，顺风的旗，18的姑娘，教曹的驴，这叫4大欢。丰厚的麦，霜后的草，输钱的汉子，笼中鸟，这叫4大蔫儿。高压线，老核桃，万里长城，火车道，这叫4大长。蛤蟆头，猴子脸，鼠目寸光，耗子眼，这叫4大短。铺着天，盖着地，大河里洗澡，野地里睡，这叫4大宽。独木桥，羊肠道，挑水的扁担，皮鞭哨，这叫4大窄。猫鼻子尖，井底砖，光棍的被窝，39的天儿，这叫4大冷。气象台，配种站，驴下骡子，鸡爆蛋，这叫4大没准。霹雳舞，吃错药，抽羊角风，不睡觉，这叫4大折腾。哎，你好。啊，阿姨，我想问一下啊。别问，问啥我也不告诉你。你告不告诉我，我也得问你一下，你是不是从那边过来的？我是不是从那边过来，跟你有啥关系啊？啊，是，跟我没关系，但是跟你有关系啊，阿姨。哼，还叫阿姨呢？啊，你出门问路求人办事，你嘴是不是得甜一点？再说了，我哪长得像阿姨了我？好，好，好，小仙女，这手机是不是你掉的？是阿姨掉的，谢谢你啊，大外甥，是阿姨草率了，阿姨草率了，谢谢啊。排队上厕所，伦敦。啥呀？肚皮上盖章，印度。盖章必用之物，印尼。零存整取，加拿大。一心想发横财，意大利。颜料展览馆，以色列。自称华丽之邦，美利坚。生活越加窘迫，越难。浪尖上的花朵，波澜。知识就是财富，智力。
相约明天再见。约旦。你都在沙发上睡1个星期了，想不想回床上睡呀？想。那好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如果答对了的话，你就回床上睡。你问。生命之源是什么？饭。饭是用什么做的？米。米是用什么淘的？用手。你最渴的时候，你想喝什么？奶茶。那奶茶的成分是什么？奶和茶呀。那茶是用什么泡的？茶壶。河里有什么？河里有鱼。鱼是在哪里游的？是在河里游的呀。我再换个思路问你啊。好。有一个成语，它叫浑什么摸鱼？混蛋摸鱼。我看你就是那个混蛋，啥也不是。老头呢？老头都去哪了？为什么到处都是老太太，而老头是少之又少呢？你发现了没？大部分跳广场舞的、逛集的、村头唠嗑的，连打牌的也基本上都是老太太。你到小区一看，一个单元几乎剩下的都是老太太。老头呢？老头去哪了？普通老百姓的男人，基本上平日里都吃着别人吃不了的苦，做着别人出不了力的工作，多年的劳动成疾。到了60、70岁，基本上都到地下工作去了。一方面，男人真的很难，一家的衣食住行，男人都是一个人扛肩上，还有承受妻子的数落，还成了妻管严，在外面出力，回到家里还是窝囊气。到了60岁，那么就丧气了。另一方面，中国女人是世界上最强势的女人，大部分女人一生从来都不承认错误，她只承认犯了一件错，就是嫁错了人。在他们的心里，压根都瞧不上自己的男人，所以经常会欺负自己的男人，所以大部分的男人都是被女人给气死的。还有就是，所有的老太太都不会承认这是一件事实，所以老头听了以后也只能叹口气。还有，儿女大部分都是偏向母亲的，老头基本上被家庭给边缘化了，很多行为并不是故意的，但也没有人在意。这老头受了委屈，他不会大哭大闹，不会满地打滚，只能默默的承受。那么时间长了，人不就垮了吗？对不对？再者，女人50岁退休，而男人呢要60岁才退休。这个女人可以用剩下的10年开始锻炼，那身体是越活越好。而男人呢，用最后的10年拼了老命的工作，所以身体越活越差。到了60岁的男人，基本上已经半死不活了，哪里还能看到老头？有